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1号周四晚上的7点35分。今天的市场是高开低走，感官不佳。尽管一些科技股拉低了纳斯达克还有标普500的指数，但标普里边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个股收涨，硬它还是挺硬的啊。现在市场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到底还能不能涨，还是必须回调下跌？今天咱们依旧不算命，来说一说我认为需要追踪的4个变量，然后大盘涨跌的情绪还需要看一只股票，它的好坏大概率决定了市场的走向。咱们首先看到底哪4个变量影响大盘的中长线的走势。首先第一个变量呢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2022年的每股的收益，现在虽然依旧为正的增长，但是在2季度财报之后，整体的年度预估已经下调了差不多 3%。 未来企业的利润率会不会继续压缩，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向下修正，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那么今天其实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7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它呢是关注成本还有利润率的一个重要窗口之一。表面上看，这个数据今天出的确实不错，7月份的 PPI 是 9.8%， 好于预期的 10.4%， 那么低于前值的 11.3%。 它和 CPI 一样，都是涨幅开始下降，但是昨天公布的 CPI 只有 8.5%， 现在的 PPI 是 9.8%， 它的上涨速度要快于 CPI 1.3个百分点。这个意味着公司的成本上涨快于销售端，说明利润率会受到挤压。咱们未来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两者的这个差距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如果是缩小了，表明企业的利润率比7月份要好；如果扩大了，表明企业的利润率更加的糟糕。那么未来的盈利预期还有可能会继续的下调。那么第二个需要去关注的变量呢，是美联储是否会继续的持续激进的加息，还是说我们说它是准备一条路走到黑，还是准备去释放一个鸽派的声音，需要去巩固加息预期的见顶，甚至是降息的预期。由于呢需要去追踪鲍威尔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下一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在9月21号，离现在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它实在是太远了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咱们还是需要去关注在这个月的月末，也就是在8月25号到8月27号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鲍威尔会发表讲话，这个是 CPI 阶段见顶之后鲍威尔第一次的重要发言。好，这是我们说的第2个变量。那么第3个咱们需要去注意的变量，就是关于经济周期的滞后性问题。其实咱们知道现在整个的加息已经是加了好几个月了，大家可能会比较奇怪，说这个消费者支出尽管好像有所放缓，但是数据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糟糕。很多的经济数据，包括企业的盈利，看上去也过得去。难道加息对于经济没有影响吗？其实这里边呢，如果咱们去根据历史规律来看，经济要感受到加息和高利率带来的这种痛苦，它通常有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来说，通常至少需要9个月的时间，消费支出才会出现大面积的放缓，它才能够全面的打击经济还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就是大家担心的会不会发生实质性的企业的 EPS 的衰退。由于美联储呢是2022年3月份第一次加息，那咱们就从3月份开始算吧。其实9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到12月份，或者是到明年的1月份，咱们就能知道它到底加息对于经济的实质破坏有多大，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的破坏有多大，还是说由于这个非常强劲的就业数据，消费者根本就是懒得消费降级，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大。那么美联储之前设定的这个软着陆的目标，它就有可能会实现。那么关于这个就业的状况实际上今天公布的这个美国初请失业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开始有再次上升。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 26.2 和前值的26万笔小幅的上升，这个值也是接近了去年整个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一点，劳动力市场继续放缓。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特别是一些科技公司，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开始宣布裁员，而且还冻结了招聘。如果后续失业率上升得太快了，说明企业的信心继续下滑。如果做过生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信心啊，堪比黄金呐，盈进疏缩。如果老板们都缩回去过冬了，不扩张了，那么企业的 EPS 的持平或者衰退的可能性，它只会越来越大。那么至于这个市场呢，现在还是在用资金来进行投票。如果我们看当前在债券市场、利率市场的押注情况，你会发现目前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依旧是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倒挂，说明市场明显还在押注一次实质性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个衰退的时间呢，确实不好确认啊。前几天刚刚逃顶的这个马斯克说，美国会经历一次温和的18个月的衰退。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3个变量。那么第4个变量，也是我认为最有可能会出现黑天鹅的一个变量，就是国际能源还有大宗商品价格的牛市，之前的这波牛市是不是还能够卷土重来？由于我们说全球能源需求量最大的这个北半球的国家，再过几个月逐渐的进入了秋冬，对于石化燃料还有特别像天然气的需求会再次的升温。现在的俄乌战争还在继续，而且欧佩克在产量上也是摇摆不定，这个供应端相当的不保险。它比如今天咱们就看到啊，欧佩克预计是本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陷入供应过剩，指的是3季度，同时下调了需求的前景。根据这个欧佩克最新的月度报告，将3季度原油的产量预测下调了124万桶每天到2827万桶每天，这比欧佩克13个成员国7月的产量低了约57万桶每天。那么欧佩克这边手里是握着油管子啊，它呢就像是握住了全球通胀的喉咙。你说你让它增产不增收，对吧？你声泪俱下是求爹爹告奶奶，那些国王们是慷慨的大手一挥啊，用阿拉伯语说道，这个与 welfare 了，对吧？就表示同意就可以，然后象征性的给你加那么一点点的产量。但是呢，你要让它什么减产涨价不减利润，他们的动作呢是比兔子都还快的啊。所以一旦国际能源价格是再次飙升，不说太多了，只需要回到120块钱，这个通胀又得卷土重来。那么美联储可能刚刚放下的这个加息的鞭子，又得狠狠地抽到自己的脸上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呢，经常有朋友问啊，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够预判股市涨跌，那我们还分析个股市，分析个什么嘛？其实啊，这个说句良心话啊，有这么多的变量需要去追踪，他们都可能去影响股市的涨跌。如果咱们能够去预测股市每天的涨跌，那其实咱们不需要炒股啊，咱们应该干嘛呢？应该在这个华尔街门口啊，戴个墨镜儿，摆个摊儿，这个摊儿后边呢再挂上一张帆，帆上再写上一副对联，这个上联写掐指一算到富贵啊，下联写睁眼在观告前程，上面横批满仓。所以啊，咱们炒股其实不能算命啊，咱们炒股炒的是什么？是借势，寻找最有可能出现的大概率的方向去跟随。如果做错了，那你就要止损认错。如果希望每天去猜涨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你从基本面还是从技术面去分析，这都是不可能每天猜对涨跌的，这是绝对100%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的节目更多的时候是在跟大家来分析逻辑、分析基本面，包括部分结合着技术面再做一个分析啊。所以呢，我们要说现在市场完全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吗？现在市场走到这个位置，完全就没有什么推动市场能够去选择方向的一些事件吗？我认为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那么大概率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呢？最近的大概率啊，还是我告诉大家要看一只股票啊。
这只股票它其实呢就是市场的情绪和方向。这只股票就是苹果啊，就是苹果。我不知道大家老的听众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今年的4、5月份左右也说过类似的观点。当时的大盘其实就在现在4200点附近的位置，还没有跌破那个平台。我当时说啊，这个苹果呢是少数被高估的大权重，它的价格当时是在150、160附近，它的价格当时是被高估的。苹果要是破位下跌，那么就会确定杀估值，大盘是扛不住的。后来苹果大家也看到了，苹果后来跌破了150块钱的这个平台的支撑之后，一直是杀到了下方的128附近，大盘也是一泻千里，从4200点跌到了3600点。那么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苹果已经连续的反弹，又跑到了168块钱，苹果又被高估了。苹果现在的价格已经再次去到了2023年9月份，就是提前1年的前瞻估值的上限已经超过了。如果苹果继续上涨，那么它就会奔着2024年的业绩去涨。那么现在我们说苹果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苹果对于大盘的影响已经比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还要大。因为苹果截止到本周二，它的占标普的这个权重，因为这个标普不是按照这个市值来占比权重的嘛，在周二的时候，它的权重已经成为了在过去40年里边来标普里边最高的权重，它已经占到了 7.3%， 它的一举一动会直接带动大盘的涨跌。其实在过去的40年里边啊，不同的这个周期都有不同的这个股市扛把子，那么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红利啊，都是受到万众的追捧，价格都是暴涨。咱们来看一看啊，简单了解一下这段小小的历史。其实从1981年啊，我们说从1980年开始统计，1981年当时 T 是标普里边最好的啊，它当时的权重占比是最大的。由于当时的电话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垄断型的业务，所以一直到1984年它在崩盘之前，一直呢都是它维持在高位，占比非常的大。当时这个位置占比是 5.5%， 市值是470亿美金，当时整个标普的市值只有8000亿美金。到了1985年，当时的个人电脑还没有开始广泛使用， IBM 凭借它在大型机构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市场的领导者。后来它在标普500里边的权重在峰值的时候，1985年达到了 6.4%， 这个是当时的市值960亿。到了1999年，我们看到微软这个时候当时是科技泡沫这个顶峰的时候，所以它的市值飙升，也是占到了标普的 4.9%。 但随着后来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仅仅隔了1年，通用这边就被这个超越。在其全盛的时候呢，通用是2000年排名第1的股票，在权重里边占到 4%， 市值超过5000亿。后来到了这个2008年，就是埃克森美孚。埃克森美孚呢，当时因为油价飙涨，达到了150元每桶，所以它在标普里边占到的权重是 5%， 当时市值是4060亿。那么大概呢，现在往前推，大概在2012年左右，苹果超越了这个埃克森美孚成了这个第2。那么现在苹果的市值在周二截止为止呢是 2.7 万亿，占到了标普500指数的 7.3%， 最右侧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根据现在的整个的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记录，包括市场的这个数据，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值，占比 7.3%。 所以我们说苹果动一动，标普抖3抖，这个绝对不是瞎说的。所以我们说现在被高估的苹果，它往上很快就是前期的高点了，它往上高估还能跑多少呢？如果我们假设它扛不住，往下回调超过 10%， 那么标普又会跌多少呢？还有一点是，苹果不仅是高估我们说现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苹果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指引，如果苹果的业绩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滑，那么市场的总体消费情绪，你觉得是好还是坏呢？所以它也是一个消费型的指标。由于苹果的增速预期在今年9月份是 8% 的增速，到23年9月份是 7% 的增速，其实你看它的增速并不是这么的快，但它的价格和市场的横向比起来却是高的相当的离谱啊，相当的离谱。所以呢，这个地方提醒大家，那么我们还是看一看苹果到底能不能把现在标普这头虚弱的牛给撑起来啊，让咱们拭目以待。大家盯好苹果，苹果目前有2个支撑位置，一个是刚刚突破的158到165，然后是下方的146到152，破位158，那么它就会奔着 10% 的回调就会去了，就到了146到152的位置了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最近，如果你想知道啊，大盘到底如果苹果不破位，大盘可能还能扛；如果苹果都破位了，那么大盘扛不住，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关于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个人的一些心得，希望对大家近期的这个市场的投资呢有所帮助。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